大家好，歡迎觀看居家101，我是阿杜。我們頻道除了居家升級外，還會時不時介紹一下我的特斯拉。特斯拉在做全自動駕駛，目前主要競爭對手就是 Waymo。特斯拉以及 Waymo，我們應該都看過不少這兩種自動駕駛乘坐的經驗。前陣子舊金山停電，導致很多 Waymo 出問題，成為路霸。這也是特斯拉一直宣傳純視覺感應比激光雷達好的原因。今天我們要來乘坐的是羅波快跑，這是大陸的全自動駕駛，和 Waymo 一樣用激光雷達。不需要觀察員。我們乘坐的區域是湖北武漢。這東西剛出來時評價並不好，但是隨着時間過去，他們改進了很多。我們今天就來嘗試看看，開的好壞，各位可以自行評斷。那我們就開始吧。車來了之後，他會給號碼輸入車子，門就可以打開，只能坐後面，前面不給坐，應該是為了安全考量。为了您的安全，请系好安全带。它還會提醒你繫安全帶。為了您的安全，請繫好安全帶。還可以看電視呢。
車結束。倒車結束。不是要告訴我倒車結束。這樣就很危險。倒車結束。即將到達目的地，請提前整理隨身物品，避免遺漏。下車注意後方，隨手關車門。請勿開車門。車還未停好，請稍等。目的地已到。谢谢你，我在休息室工作了。老實說，我覺得開得很好，尤其是在中國這種路況，一堆奇怪的回轉、逆向的機車。各位如果看到畫面有喇叭聲，我可以和各位說，這些喇叭其實來自於蘿蔔快跑。我還挺驚訝的，它軟件連什麼情況可以按喇叭都寫了。中國現在有非常多的電車，我對一些手機廠商做電車還是有安全疑慮的，但是的確很多都已經做得很好了。中國現在無人機、自動駕駛和電車都非常的發達。就自動駕駛方面，我覺得已經和 Waymo 同等級了。差別大概是 Waymo 可以坐在前面，但是蘿蔔快跑前面不能坐。當然，蘿蔔快跑和 Waymo 可能有共同的問題，就是斷網之後，如果大量的信號燈也都壞了，那可能就會需要寫更多的軟件內容來處理和應對這些突發狀況。不過我覺得並不是解決不了的問題，就普通情況，我覺得還是比特斯拉的純視覺安全一些。各位可以在留言區說說你們的看法。如果您覺得視頻有幫助，請按讚、訂閱並開小鈴鐺，我會盡量更新各種居家建議，希望對大家有幫助。非常感謝，謝謝收看。居家101內容主要分為維修、維護、安裝、升級、清潔以及產品使用的心得。希望各位以最少的經費來達到最高的生活品質。各位用不到這些技能自然是最好，但是如果遇到，希望視頻能對你有幫助。謝謝。